我們幾乎每天都會聽到一句話：弘揚佛法，功德無量。把佛法講給別人聽，讓更多的人明白道理，離苦得樂，這難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嗎？把最好的東西分享出去，把一盞明燈遞到別人手上，怎麼看都是慈悲，都是善行。可是就在這樣一件看起來絕對正確的事情背後，佛在經典裡卻留下了一句讓人脊背發涼的告誡：有2種人，你千萬不要對他們講佛法。注意，不是不方便講，也不是講了沒有效果，而是一旦你開了這個口，那個果報可能重到連你自己都承擔不起。這聽起來是不是很矛盾？你一片好心想拉他一把，想把他從迷惑裡拽出來，結果卻可能親手把他推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，同時也把自己一起拖下了水。一個明明是行善的动作，怎麼會變成造惡的因？一句本該點亮別人的話，怎麼會變成燒向自己的火？佛口中這2種絕對不能輕易說法的人到底是誰？而這背後又藏着一個關於修行的，我們絕大多數人都忽略了的天大秘密。今天這一期，我們就一層一层把這件事情講透。看完之後，你對什麼是慈悲，什麼是智慧，可能會有一個全新的理解。我们先要打破一個根深蒂固的誤會，在很多人心裡，佛法就像一件包治百病的寶物，遇到誰都想塞給對方，好像只要對方聽進去一句，就一定能得到好處。可是佛法從來就不是這樣運作的，佛法更像是一顆種子，你手裡有一顆再好的種子，是稻谷也好，是菩提也好，你把它撒在肥沃鬆軟的田地裡，它會生根發芽，長成參天大樹。可是你如果把同樣一顆種子撒在堅硬的石板上，撒在滾燙的火爐裡，會發生什麼？種子不但不會發芽，還會被燒焦，被踩爛，最後連種子本身都糟蹋掉了。土壤沒有準備好，再好的種子也是白費。佛陀說法49年，講了無數的道理，開了無數的法門，可是他老人家從來不是逢人就講，見面就勸。恰恰相反，佛講法最講究的是4個字：觀機逗教。什麼叫觀機？機就是這個人當下的根器，當下的心念，當下的因緣。逗教就是根據他的狀態，恰到好處的給他相應的東西。出世間的善法有深有淺，就算是淺淺的一句話，裡面也藏着深深的道理。根器好的人，你講一句淺的，他能體會到很深的意思。根器不相應的人，你把最深的法擺在他面前，他也一個字都接收不進去，甚至還會反過來嫌棄。所以真正會說法的人，第一件事不是急着開口，而是先看对方這塊土壤到底適不適合下這顆種子。我們不妨看看佛是怎麼把众生分類的。有一種人叫上智，這種人根器極利，你一句話還沒說完，他就開悟了，一聞千悟，像六祖慧能大師那樣，聽人念一句《金剛經》，當下就明心見性。這種人其實不太需要你囉嗦。還有一種人叫下愚，你跟他講再多的大道理，他也聽不懂。可是他有一個天大的優點，老實。你教他一句阿彌陀佛，念到底，他就真的一生一世不夾雜，不懷疑，不間斷地念下去，最後反而念得成就。你去看那些往生的記載，裡面有很大一部分恰恰是這種看起來最笨卻最老實的人。所以老實比什麼都珍貴。那最難度的是誰呢？是夾在中間的這一大批人，叫中根人。這種人上不上，下不下，聰明有一點，可是煩惱習氣又很重。最要命的是意見特別多，你講什麼他心裡都要打個問號，都要跟你辯一辯，比一比。佛陀說法49年，苦口婆心，其實絕大部分的力氣都花在了這批中根人身上。中根人難調，就難在那顆搖擺不定又充滿我見的心。而我們今天要講的這2種絕對不能說法的人，其實就是中根人裡面走向了2個極端的2類。一類
是聰明太過，把自己撐得太滿；另一類是心太硬或者心太歪。現在你就明白了，佛之所以如此鄭重地告誡我們，有2種人寧可沉默，也絕不要對他們說法，並不是佛小氣，捨不得法，而是佛太清楚，什麼樣的土壤會把最好的種子給糟蹋掉，甚至反過來讓下種的人一起遭殃。講法要因時、因地、因人，這3樣缺一樣，因緣都不算具足。時候不對，地方不对，人不对，你硬要講，那不叫弘法，那叫添亂，甚至叫造業。我們先來看第一種人，這種人，佛在《法華經》裡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震撼千古的畫面，那是佛陀晚年準備宣講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大法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這部經有多重要？佛自己形容，這樣的妙法就像幽檀波花一樣，是幾千年才開一次的稀世之花，諸佛如來要等到最恰當的時機才肯把它說出來。當時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代表在座所有的弟子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懇請佛陀開示。佛陀3次推辭，說這個法太深太難信，說出來恐怕會讓世間的人驚慌疑惑。可是舍利弗實在太懇切了，佛陀終於被打動，鬆口說，你既然這樣殷勤地請了3次，我怎麼能不說呢？你們現在都仔細聽好。就在佛陀鬆口的這一剎那，法會現場突然發生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事。當時在座有比丘，有比丘尼，有在家的男居士、女居士，整整5000人。就在佛陀要開講的前一秒，齊刷刷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，向佛行了個禮，然後轉身離開了法會現場。人還沒開講，聽眾先走了5000個。你想想那個場面，一位老師被學生苦苦哀求了3次，好不容易答應要傳授壓箱底的絕學，結果剛要開口，台下呼啦啦走掉一大片。這要換成我們普通人，臉往哪裡擱？多沒有面子，多難看。可是佛陀是什麼反應？佛陀非但沒有生氣，沒有挽留，甚至沒有說一句話去制止，他只是默默地看着這5000人離開，然後對舍利弗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。他說，我今天這個法會經過這一走反而好了，剩下的這些人沒有那些枝枝葉葉，全都是純粹飽滿的果實了。這些傲慢的人退席，退得好啊，退亦佳矣。這4個字你細細品，裡面有多少深意？這走掉的5000個人到底是什麼人？他們為什麼要走？佛陀又為什麼說他們走了反而好？經典裡把這些人的毛病總結成一個詞：增上慢。什麼是增上慢？簡單講，就是還沒有得到，卻以為自己得到了；還沒有證悟，卻以為自己證悟了。這些人裡面很多還不是普通人，他們是有修行的，甚至是有一些禪定功夫的出家人。可問題就出在，他們只顧着埋頭修定，卻不肯老實地學習教理，結果把初級的境界誤認成了究竟的果位，把自己在山洞裡打坐得到的一點感受當成了徹底的解脫。他們心裡想的是，佛過去40多年講的那些道理，我早就全懂了，我甚至還能講給別人聽，我已經到頂了，還有什麼好聽的？這就是傲慢的可怕之處。傲慢會在一個人的心上砌起一堵密不透風的高牆。一個裝滿了水的杯子，你再往裡倒多好的甘露，都只會溢出來，一滴都進不去。一個自以為什麼都懂的人，就是那個滿的杯子。佛陀那樣的大智慧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這些人的心已經被傲慢塞滿了。此時此刻，任何話對他們都是多餘的。但真正的關鍵還不在這裡。佛陀為什麼寧可看着他們走，也不留下他們？後世的祖師大德把這裡面的道理挑明了。佛陀之所以不制止，是為了避免2種嚴重的過失發生。第一種過失是對他們自己而言的，佛有他心通，佛清清楚楚地知道，這些傲慢的人如果留下來，以他們那種執着、那種業障、那種高慢的心，聽到這個他們理解不了的
無上大法，他們一定會做一件事，謗法。他們會在心裡甚至在嘴上去毀謗這個法，說這個法是錯的，是假的，是佛在胡說。而謗法是佛門裡最重最重的罪業之一。你看，本來是來聽法的，結果卻因為聽了法而造下谤法的滔天大罪，這對他們自己是天大的傷害。第二種过失是对其他人而言的，這些人如果留在現場，一邊聽一邊起煩惱，一邊毀謗，就會干擾到其他真正想聽法的人。佛陀的慈悲心見到有人會因此造業，會下不了口，會不敢把真話講出來，可是不講，剩下那些根器成熟一心求法的人，就永遠聽不到這個千載難逢的妙法了。你看，這5000人一留下，佛陀就被逼進了一個兩難的死局，講他們就謗法墮落，不講其他人就錯失大法。所以這5000個傲慢的人主動起身離開，反而是當時最好的結局。他們一走，這個死局就解開了。佛陀可以暢所欲言，把最真實的法毫無保留地講給真正配得上的人聽。而這些離開的人呢，他們至少已經聽過了前面的部分，種下了一顆未來得度的種子。等到將來因緣成熟，比如彌勒佛出世的時候，他們還有機會被度化。佛陀放他們走，不是拋棄他們，恰恰是在保護他們，保護他們不要在這個當下因為傲慢而造下謗法的重罪。這就是佛陀的慈悲，一種我們凡夫很難一眼看懂的甚深的慈悲。現在你明白第一種絕對不能說法的人是誰了嗎？就是這種傲慢貢高、自以為是，把自己那個杯子灌得滿滿當當的人。你可能會說，那都是2500多年前佛陀時代的事兒了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關係大了。這種增上慢的人，2500多年前有，今天更是遍地都是，說不定就在你我身邊，甚至說不定某一個瞬間就是我們自己。你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人？你剛跟他提一句因果，他立刻就跟你抬槓，說什麼因果都是迷信，都是騙人的。你剛想跟他聊聊放下，聊聊修心，他馬上一副過来人的口氣說，這些我早就看透了，你懂得還沒我多。你越是想把好的道理講給他，他越是要跟你爭一個高下，非要證明你是錯的，他才是对的。跟這種人談佛法會發生什麼？你們不會有任何交流，只會演變成一場永無休止的爭辯。你說一句，他反10句，到最後你不但一點都幫不了他，反而會激起他更大的反感，讓他把佛法連同你這個人一起貼上討厭的標籤，在心裡把佛法貶得一文不值。這裡藏着一個世間法和佛法最大的不同。在世間，我們從小被教育，遇到分歧就要據理力爭，要贏，要把對方說服，說到他啞口無言才算有本事。可是在佛法裡，這個邏輯完全反了過來。當你跟一個傲慢的人爭辯佛法，就算你引經據典，把他駁得體無完膚，你以為你贏了嗎？你輸了，因為你贏得了一場口舌之爭，卻輸掉了他這個人。他被你駁倒，心裡不會服氣，只會更加抵觸，從此對佛法關上了大門。更糟的是，在爭辯的過程中，你自己那顆想贏的心，那顆想證明我對你錯的心，早就悄悄離開了慈悲，滑向了傲慢。你以為你在弘法，其實你在較勁；你以為你在護法，其實你在造業。所以真正懂佛法的人，從不跟人爭辯佛法的高下。他知道辯贏了是輸，不辯才是贏。一場沒有必要的爭論，兩敗俱傷，何苦來哉？還有一種更隱蔽也更值得我們警惕的傲慢，在學佛的人裡面，就有那麼一些自以為讀了幾本經，懂了幾個名相，就覺得自己是高人了，開口閉口就評判這個法師講的不對，那個道場修得不好，動不動就指名道姓，說某某人講的全是邪見，把別人說的統統打成外道。他自以為是在護持正法，是在明辨是非，可他不知道，被他罵作邪見的那些話，
很多恰恰是佛的經文，是祖師的法語。他這一張嘴，謗的其實是佛，謗的其實是法，而他自己還渾然不覺，甚至沾沾自喜，覺得自己很了不起。這種人的傲慢，比不信佛的人還要危險，因為他是打着佛法的旗號，在造謗法的業。這裡面的分寸其實極其微妙。歷史上就有一則很有意思的公案，能讓我們看清一個人的心一旦端不正，連討論佛法本身都能討論成謗佛謗法。當年有一位法師去參訪一位叫大珠的禪師，這位法師是講《金剛經》的，很有學問。他一見面就問什麼是佛，大珠禪師指着他說，清潭對面不是佛是誰？意思是你當下這顆清淨的心就是佛。法師聽不懂，反而覺得禪師是在故弄玄虛，就讥諷說，你們禪師啊，就會談空說妙，說些沒用的。大珠禪師就反問他，那你是講什麼法來度人的呢？法師很得意地說，我講《金剛經》。大珠禪師接着問，這部《金剛經》是誰說的？法師一聽就火了，覺得受了侮辱，沒好氣地說，你這是存心戲弄我，誰不知道《金剛經》是佛說的？大珠禪師這時候說了一句讓那位法師當場啞口無言的話，他說，如果你認為如來真的有一個法可說，那你就是在誹謗佛，因為你不了解佛的心意。可如果你說這部經不是佛說的，那你又是在誹謗這部經。你倒是說說看，這到底該怎麼講？你聽听這裡面的道理有多深。《金剛經》裡佛自己就說了，如果有人說如來有所說法，就是謗佛，因為佛說法49年，句句都是為了對治眾生的執着，就像藥一樣，病好了藥就該放下。佛的心從來不曾停留在我說了什麼法這個相上。那位講了半輩子《金剛經》的法師，恰恰就卡在了這個相上，一開口，不知不覺就落進了謗佛的陷阱，自己還全然不覺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佛法不是拿來炫耀學問的，更不是拿來跟人爭勝的。一個心裡裝着傲慢和我見的人，哪怕他讀了一肚子經，一開口也極容易謗佛謗法。你把甚深的法講給這樣的人，等於是把他往那個陷阱裡又推了一把。說完了第一種人，我們來看第二種。如果說第一種人是心太滿裝不進，那第二種人就是心太硬，或者說心術不正。這第二種人是那些對佛法根本没有信心，甚至心懷惡意，存心來找茬來毀謗的人。佛門裡有一句話說得很透，佛不度無緣之人。佛的法力再大，慈悲再廣，也度不了一個跟佛法完全沒有緣分的人。這裡的緣，最核心的就是一個信字。一個人心裡如果連最基本的信都沒有，你講的再天花亂墜，對他來說也全是廢話。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這個信字是進入佛法的第一道門。連門都不肯進的人，你在門外對他喊破了喉嚨，又有什麼用呢？這裡有一個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，連佛陀那樣圓滿的智慧，那樣無盡的慈悲，尚且說佛不度無緣之人，尚且要放5000個人離開，那我們又憑什麼覺得自己有本事能把每一個人都度化？我們有沒有想過，那個非要把佛法塞給對方，非要在今天就讓對方點頭信服的執着，它的根到底扎在哪裡？說穿了，那個根往往不是慈悲，而是我執，是我放不下我一定要成功的那個念頭，是我受不了被別人拒絕、被別人否定的那種挫敗感。你看，憐度眾生這麼神聖的事，一不小心都能變成餵養自己我執的養料。真正的隨緣度化是盡了心，然後把結果交出去，成也好，不成也好，都不擾動自己這顆心。做得到這一點，才算真正沾到了一點慈悲的邊。更麻煩的是，這種人裡面有一部分不僅是沒信心，還帶着惡意。他來聽你講，來問你問題，目的根本不是為了學，而是為了挑刺，為了抬槓，為了看你出醜，甚至是為了把佛法的話拿去斷章取義，反過來攻擊佛法。你跟這樣的人講佛法，
就好像把一顆稀世的明珠扔到一群豬的面前，豬不會覺得明珠珍貴，它們只會用鼻子拱來拱去，甚至一腳把它踩進泥裡。你的一片誠意換不來絲毫的珍惜，只會換來踐踏和嘲笑。佛在世的時候就有過這樣的例子。當時有一個外道的女子，看到佛法越來越興盛，信眾越來越多，眼看着自己那一派的供養和尊敬都被搶走了，心裡起了極大的惡念。她做了什麼？她故意裝成一個虔誠的信徒，天天來聽佛講法，還供養佛，還請教問題，把大家都騙過去了，讓所有人都以為她是個好信眾。然後有一天，她用一根帶子把一個木盆綁在肚子上，用衣服一遮，裝成懷孕的樣子，當着眾人的面公開宣稱，說她懷的是佛的孩子，就這樣惡毒地毀謗佛陀。你看，這種人接近佛法，從一開始安的就不是好心。對這種存心來謗法的人，你講再多的道理有用嗎？沒用，他要的根本不是法，是一個能拿來抹黑佛的機會。那這場鬧劇最後是怎麼收場的呢？就在那個女子當众污蔑，所有人都議論紛紛的時候，天上的帝釋天看不下去了，運用神通變成一隻小老鼠，悄悄鑽進女子的衣服裡，一口把那根綁着木盆的帶子咬斷了。啪的一聲，木盆掉在地上，真相當場大白。众人這才看清，原來所謂的懷孕不過是綁了個木盆裝出來的騙局。這個女子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，當眾出盡了洋相。你注意到了嗎？從頭到尾，佛陀沒有為自己辯解一句，他不需要辯，清白的自然會清白，虛假的遲早會露餡。這就是佛墨不對的底氣所在。真相從來不需要靠爭吵去捍衛，你只要安住不動，時間會替你把一切說清楚。一個真正有定力的人，面對再惡毒的誹謗，也能穩如泰山，因為他知道因果從不錯亂，惡人自有惡人的結局，用不着他親自出手去討公道。那面對這樣的誹謗，佛是怎麼做的？這裡就有了一個特別重要的智慧。42章經裡記載，面對別人的惡口和誹謗，佛的態度是4個字：佛墨不对。佛就是沉默，不回應，不辯解，讓自己的這顆心如如不動，穩穩地安住在正念上。佛為什麼不反駁？因為對於那些荒謬的惡意的攻擊，你根本無法答復。你越是去辯，越是把自己拖進對方的泥潭。你只要保持沉默，安住不動，那個誹謗的惡業就會像回音一樣原封不動地彈回到誹謗者自己身上。經裡打了一個非常精妙的比方，誹謗一個聖人，這個惡果一定會招來，就好像聲音一發出去，回音就跟着響，就好像身體一站到光下，影子就跟着來，是躲都躲不掉的。所以佛才反复告誡我們，慎勿為惡，絕對不要起惡念。一般人以為自己起個念頭，別人又不知道，神不知鬼不覺，可佛法看得比這深得多。凡夫众生只要念頭一動，這個念頭就周遍整個法界，就好像電波一樣，一發出去就無遠弗屆。對天上的鬼神，對諸佛菩薩來講，你動一個惡念，就好像在他們耳邊打了一個響雷。你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惡意，其實在另一個層面早已昭然若揭。好，現在最核心的問題來了。我們前面反復提到謗法，提到這個果報很重，到底有多重？為什麼佛要如此不厭其煩的讓我們避免給別人制造謗法的機會？在講那個最震撼的故事之前，我們先看幾個小一點卻同樣讓人心驚的例子。這幾個例子都出自佛經，講的都是同一件事。一句惡口對着修行人，對着聖者說出去，會招來多麼恐怖的果報。第一個例子，在很久以前的迦叶佛時代，有一位比丘非常精進，用了整整10000年的時間，到處去勸化眾生，供養僧眾。可就是這樣一位了不起的修行人，有一次因為僧團有些事情沒有順着他的意，他一時起了嗔心，脫口罵了一句，說你們這些人心腸怎麼像毒龍一樣狠毒。就這麼一句氣話，結果呢，
他在之後的500世裡，生生世世墮為毒龍，內心常常充滿嗔毒。你想想，10000年的精進修行，抵不過一句脫口而出的惡罵，換來的是500世的毒龍之身。第二個例子更值得警惕。從前拘留孫佛出世的時候，有一位管理寺院的出家人，有一次幾位施主給僧眾洗浴，浴後又用香油為僧人塗身。這位寺主看到其中有一位阿羅漢也在用香油塗身，心裡就起了輕慢，脫口就是一句難聽的話。他說：你一個出家人用香油涂身，這跟用人的糞便塗身有什麼兩樣？他不知道，他譏諷的這位是一位證了果的聖者。那位羅漢聽了，不但沒有生氣，反而對他升起了憐憫心，當場示現了種種神通。寺主這才嚇壞了，趕緊懺悔。可是惡口的業已經造下了，因為這一句話，他在之後的500世裡，身體常常臭穢不堪，走到哪裡別人都不願意靠近他。你看，就一句話換來500世的臭穢之身。還有一位尊者叫牛主尊者，他今生雖然證了羅漢果，可長相卻像牛一樣，還有2個咽喉，吃東西會像牛一樣反芻。為什麼？也是因為在迦叶佛的時代，他曾經是個博通3藏的出家人。有一次看到一位年老的比丘慢吞吞地吃飯，就隨口讥笑了一句，說你吃飯的樣子怎麼像頭老牛在反芻。就這一句，讓他在500世裡都投生為牛。連佛陀10大弟子之一謝空第一的須菩提尊者，年輕的時候都因為前世惡口的習氣，看到人和動物就忍不住惡罵，性情惡劣到連父母親戚都討厭他。後來還是靠着到佛陀座下修行懺悔，才把這個毛病改掉，證得了出果。你聽出這裡面共同的規律了嗎？這些人都不是壞人，很多還是精進的修行人，甚至是聖者。他們只是一時失了口，對着一位有修行的人，一位聖者，說了一句輕慢的譏諷的話。就這麼一句，果報就是動輒500世的畜生之身，臭穢之報。為什麼這麼重？因為對境不一樣。你對着一個普通人說句氣話，果報是一回事；你對着一位聖者，對着三寶，对着正法起惡心，說惡語，那個對境是無比殊勝的。就好像同樣一顆種子種在普通的土裡，和種在最肥沃的良田裡，長出來的東西天差地別。对聖者和正法造的業，無論是善是惡，都會被無限的放大。現在你已經有了足夠的鋪墊，我們來看那個最震撼也最驚心動魄的故事。你聽完就明白，讓別人謗法，斷別人善根，這4個字的分量究竟有多沉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修行人，他曾經是一位出家的修道者，他持戒很清淨，也很博學多聞，聽起來是個很了不起的修行人，對不对？可是他有一個致命的毛病，內心深處藏着慳吝和嫉妒。當時在他身邊有另外2位講經說法的比丘，這2位法師很受歡迎，有很多的信眾，很多的名聲和供養。這位修行人一看，嫉妒的火苗就燒起來了。他做了一件什麼事？他為了打壓這2位法師，就開始造謠毀謗，四處散播，說這2位法師私德敗壞，做了種種見不得人的事。他這一番惡意的挑撥離間，效果立竿見影。那2位法師的信眾聽了这些謠言，開始懷疑，開始退心，一個個對法師失去了信心，不再願意親近他們，不再願意聽他們講法。你想想，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本來有那麼一大群人，是可以通過這2位法師聽聞佛法，種下善根，走上解脫之路的。可就因為這一個人的嫉妒和毀謗，這一大群人的善根被生生地斬斷了。他毀的不是2個人，他毀的是無數人聞法得度的因緣。那他的果報是什麼？經裡記載得清清楚楚，讓人不寒而栗。就因為這個惡業，這位修行人死後直接墮入了阿鼻地獄，也就是那個最痛苦
永無間斷的無間地獄。他在那裡受的苦，時間長到我們無法想象，是數百萬年那樣漫長的煎熬。而這還沒完，這一層地獄的罪報受完了，剩餘的業還沒消盡，他又接連轉生到其他好幾層地獄裡，一層接着一層繼續受苦。等到所有地獄的苦都受完了，好不容易他終於又得到了一個人身。可是你以為苦到頭了嗎？沒有。他投生為人之後，連續整整500世，一出生就是個瞎子，2隻眼睛什麼都看不見。不僅如此，剩下的餘業還讓他生生世世都愚鈍健忘，福德淺薄，長得醜陋，走到哪裡都被人輕視，被人欺負，貧窮下賤，嘗盡人間的苦楚。你聽聽啊，這是何等慘烈的果報！一個持戒清淨、博學多聞的修行人，只因為一時的嫉妒，一番惡意的誹謗，就換來了數百萬年的地獄之苦，再加上500世的盲眼之報，這就是謗法，這就是斬斷別人善根的可怕代價。而更值得深思的是，這位修行人自己並不是不信佛，他甚至是佛門中人，可見謗法这件事離我們一點都不遠。一個學佛的人，一個念頭沒守住，一句話沒說對，就可能踩進去。現在你把這幾件事連起來想一想，佛寧可讓5000人離席，也不肯讓他們留下來謗法。一句輕慢聖者的話，就能換來500世的畜生身；一番斷人善根的誹謗，就能換來數百萬年的地獄之苦。你就徹底明白了，為什麼佛要告誡我們不要對那2種人說法。因為當你對一個傲慢的人，一個心懷惡意的人，硬要去講佛法的時候，你其實是在做一件極其危險的事。你以為你在給他種善根，可實際上你是在把他推向謗法的懸崖。他因為你的話而起了誹謗之心，而這個謗法的重罪一旦造下，等着他的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種萬劫不復的下場。而你呢？你是那個把話遞到他嘴邊的人，你是這場悲劇裡那個關鍵的緣。在因緣果報的大法則裡，你逃得掉這份干係嗎？你的一片好心非但沒有幫到他，反而成了害他的推手，同時也讓你自己背上了沉重的業。這就是佛說的果報很重的真正含義。行善的動作用在錯的人身上，錯的時機裡，就會結出惡的果。講到這裡，如果你以為這期內容只是教你如何去分辨別人，如何去躲開那2種人，那你就只看到了最表面的一層，真正的秘密藏在更深的地方。這個秘密是一面照向我們自己的鏡子。我們不妨捫心自問一個扎心的問題：當我們急着要把佛法講給別人聽的時候，當我們忍不住要去糾正別人，要去點醒別人的時候，我們的內心真的是純粹的慈悲嗎？還是說那裡面也悄悄地藏着一絲我們自己都沒察覺的傲慢？六祖慧能大師講過一句了不起的話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。一個真正在修道的人，他的眼睛裡是看不到世間人的過失的。這句話太重要了。什麼意思？一個真正修行的人，他的功夫是往內收的，是拿佛法這把尺子時時刻刻來丈量自己，來修正自己的心，而不是反過来拿着這把尺子到處去丈量別人，去挑別人的毛病，去證明自己比別人高明。你想想我們平时是怎麼做的？我們是不是常常一學了點佛法，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教育身邊的人？看到家人不信因果，就急着去說教；看到朋友做的不對，就想拿佛法去點化他。我們自以為這是慈悲，是在度眾生，可六祖的話像一盆冷水澆下來。如果你的心裡總是看到別人這裡不對，那裡有過，那恰恰說明問題出在你自己的心上，說明你還沒有真正的在修道。真正的修行人把別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裡，會覺得是弄髒了自己的善心；把別人的不善掛在自己嘴上，到處去說，會覺得是敗壞了自己的善行。他哪裡還有那個閒工夫去到處指點別人呢？這裡就要說到那個我們最容易忽略
卻最要命的煩惱了。佛把眾生根本的煩惱歸納成幾個字：貪嗔癡慢疑。前面的貪、嗔、癡我們都比較熟悉，也比較容易察覺。可是這個慢字，也就是傲慢，卻是最隱蔽、最難發現的。為什麼？因為傲慢常常會偽裝成別的樣子，它會偽裝成正義感，讓你覺得自己是在明辨是非；它會偽裝成責任心，讓你覺得自己是在為別人好；它甚至會偽裝成慈悲心，讓你覺得自己是在度化眾生。可它的底色其實是一個放大了的我，我比你懂，我比你高，我來教你，我來糾正你。一個學佛的人，如果不肯在這個慢字上下功夫，學得越多，讀的經越多，那個我反而可能被餵得越來越大。這就是為什麼佛門裡有一種說法，最怕的不是不學佛的人，而是學了佛卻長養了法慢的人。還有一層道理，能徹底熄滅我們想去評判別人的那顆心，那就是因果通三世。我們看一個人，往往只看到他當下這一個橫切面。你看他今天不信佛，出言不遜，就急着給他貼上一個沒有善根的標籤，覺得他這輩子算是完了。可是你忘了，因果是通三世的，你根本不知道這個人的過去生種過多深的善根，也根本不知道這個人的未來會走到多高的境界。有一句話說得很透，你今天看不起的那個人，說不定他成佛還在你的前面。連一隻蚊子、一隻螞蟻都可能因為某一世的機緣善根成熟，一步步走上解脫，甚至成佛。那你憑什麼去輕慢任何一個众生？如果連一隻小小的螞蟻你都不敢輕慢，見了都想合掌恭敬，那对眼前這個活生生的人，你又怎麼敢生起一絲一毫的傲慢和輕視呢？你看那個此刻拒絕你，甚至讥笑你的人，也許只是他的因緣還沒到，他今生的這一聲拒絕，說不定正是為來生的某一次相信埋下的伏筆。所以我們對任何人其實都只有結緣的份，沒有輕慢的資格。這一份對眾生的敬畏本身就是最深的修行。所以你看，佛教我們不要对傲慢的人和惡意的人說法，這固然是在教我們善巧，是在保護對方也保護自己，但更深一層，佛其實是在借這件事敲打我們每一個人。那個總是急着開口教別人的衝動，那個總是忍不住要去評判別人對錯的習氣，本身就是一種傲慢，本身就是一種向外攀援的心。你若真是修道人，你的第一反應不該是去改变別人，而該是回過頭來看看自己這顆心是不是還那麼清淨。這就是為什麼佛面對誹謗選擇沉默。佛默不對，這個沉默不是懦弱，不是無話可說，而是一種極高的境界。他告訴我們，很多時候最有力量的說法不是滔滔不絕的言語，而是安住不動的身教。你自己活成了一盞燈，比你逢人就講100句道理都更有摄受力。你不用去跟人爭辯佛法有多好，你只需要因為修行，把自己的日子過得越來越安定，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来越慈悲。身邊的人看在眼裡，自然会被你吸引，自然会有一天主動來問你，你是怎麼做到的？到那個時候，因緣才算成熟，你再開口，一句話就能點亮它。這叫身教勝於言教，這叫不言之教。這裡還藏着一個更深的功夫，叫忍辱。我們很多人一聽到忍辱這2個字，心裡就犯嘀咕，以為忍辱就是憋屈，就是打落牙齒和血吞，把天大的委屈硬生生咽下去。可佛法裡講的忍辱根本不是這個意思。真正的忍辱是你的心裡壓根就沒有升起那個要去計較、要去反駁的念頭。別人罵你的時候、棒你的時候，你的心如果能像一面鏡子，人來了照一下，人走了不留一絲痕跡，那才叫真正的忍。你再回想一下，當年那个外道女子當着那麼多人的面污衊佛陀，佛陀有沒有跳起來急着去辯解、去自證清白？沒有，他只是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，一句話都不說，靜靜等着真相自己浮出水面。這份如如不動的定力才是最深的修行。
因為佛太清楚了，一個人只要一開口去爭辯，去為自己辯護，他的那顆心其實當下就已經亂了，就已經被對方一句話拖進了是非的漩渦裡去了。守住這張嘴，守住這顆心，不被別人的一句話牽着鼻子走，這件事本身就是在消我們的業障，就是在增長我們的定力。所以你慢慢會發現，佛教我們對這兩種人保持沉默，看似是一種退讓，其實是在給我們每一個人遞上一個天大的修行機會。那說到這裡，可能有人會誤會了，會走向另一個極端。難道佛法就是要我們冷漠嗎？看到別人在受苦，在迷惑，我們就袖手旁觀，什麼都不管，找個借口說因緣不到，就把人晾在一邊？當然不是，這裡面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分寸，我們一定要拿捏清楚。佛叫我們不要對那兩種人說法，這絕對不是叫我們去輕視他們，去拋棄他們，去對他們升起厭惡和傲慢。恰恰相反，這裡面的態度依然是慈悲，是一種更有智慧的慈悲。我們不妨想象一個很多學佛人都親身經歷過的场景：你剛剛接觸佛法，覺得受益良多，滿心歡喜，第一個念頭就是想把這麼好的東西分享給你最親的家人。於是你回到家，開始滔滔不絕地跟父母講因果，講輪迴，講你要吃素，你要念佛。結果呢，往往是不歡而散。家人不但不領情，反而覺得你被洗腦了，着魔了，開始擔心你，甚至跟你吵架。你越是想度他們，關係反而越是緊張。你有沒有想過，問題出在哪裡？問題就出在你太急了，你把弘法變成了攀緣，你心裡有一個強烈的執着，我一定要在今天就把你也變成一個信佛的人。這個執着本身就障礙了因緣。那有智慧的人會怎麼做？他不會去講大道理，他會把佛法活出來，他會變得更孝順，更有耐心，脾氣更好，遇到事情更沉得住氣。他不再跟家人爭吵，而是默默地把家裡的氛圍變得更溫暖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家人會慢慢發現，這個人自從學佛以後，好像真的變了，變得更好相處了，更懂得體諒人了。這個時候，那顆對佛法有好感的種子，就在家人心裡悄悄種下了。也許有一天，當家人自己遇到了煩心事，睡不着覺的時候，會主動來問你，你平時是怎麼讓自己心這麼定的？你看，因緣一到，門自己就開了。這比你講100遍道理都管用。你回想佛陀放那5000人離開的時候，他的心裡沒有一絲一毫的厭惡和嫌棄。他放他們走，是因為知道當下的因緣不棄，強求無益，反而害了他們。他是在等待他們未來的某一天因緣成熟。而在這中間，他也並沒有真的放棄他們，他讓他們先聽了前面的法，在他們心田裡悄悄埋下了一顆種子。這顆種子今生不發芽，來世可以發芽。這一尊佛座下不得度，未來的佛座下可以得度。其實在佛陀的每一場法會上，聽眾從來就不是只有一種人。祖師把他們分成了4種。第一種叫當机众，就是根器正好成熟，當場就能听懂，当场就能得到利益的人，這是法會的主角。第二種叫發起眾，就是像舍利弗那樣主動站出來請法，把這一場法會的因緣給啟動起來的人。第三種叫影響眾，就是那些已經有大成就的菩薩特意來到現场，用他們的莊嚴和恭敬來烘托這場法會，讓大家升起信心。而第4種就是結緣眾，這種人坐在那裡，其實似懂非懂，甚至根本沒聽懂，也沒能因此就信佛。可是他坐在那裡，靜靜地聽了，就跟佛跟法結下了一個緣。這個緣在這一世看不出什麼作用，可是它像一顆種子，牢牢地種進了他的心田，就等着未來某一世因緣和合的時候破土而出。你看，佛陀從不因為台下坐着一大批聽不懂的結緣眾，就覺得說法白費了。在佛的眼裡，每一顆種子的價值都是不可估量的。
這給了我們多大的啟發！我們對別人的每一份善意，每一次結緣，哪怕當下看不到一點回報，也絕不會白費，它都在為未來默默地鋪着路。這就給了我們一個特別溫暖也特別智慧的答案。面對那些暫時無法接受佛法的人，我們要做的不是喋喋不休的灌輸，也不是失望冷漠的放棄，而是結緣。什麼叫結緣？就是不強求，不執着於一定要當下就把它度了。你可以用你的善意，你的行為，你的一個微笑，你的一份幫助，在他心裡種下一顆对佛法有好感的種子。你不需要講大道理，你只需要在他需要的時候默默地做一個好人，做一件好事。也許很多年以後，當他自己遇到了過不去的坎兒，走投無路的時候，会突然想起曾經有一個學佛的人是那麼的溫暖，那麼的安定，那個時候那顆種子就活了。這就是隨緣和攀緣的區別。攀緣是我一定要改變你，我非得把佛法塞給你不可，這裡面有很強的我執，有很強的控制欲，往往還藏着傲慢。而隨緣是我把最好的祝福和善意給你，至於你什麼時候能懂，能不能懂，我交給因缘，我不強求。有智慧的人度化眾生是隨緣的，這種隨緣裡面有最深的尊重，也有最大的慈悲。所以你看，繞了一大圈，我們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，為什麼不要对這兩種人講佛法？表面上這是一條關於說話的禁忌，可往深了看，他講的其實是3件事。第一件事是關於智慧，真正的善行需要智慧來引導，沒有智慧的好心，就像沒有方向盤的汽車，動力越足，可能撞得越慘。分不清對象，看不清時機，一味的想做好事，反而會把好事做成壞事，把善因種成惡果。慈悲一定要建立在智慧的基礎上，這叫悲智雙運。一個真正成熟的修行人，不會用熱情去感動自己，而會用智慧去成就別人。第二件事是關於因果，這個世界的運作遠比我們想象的要精密。你的一個念頭，一句話，一個舉動，都在因緣的大網裡牽動着無數的結果。你以為你在幫人，也許你在害人；你以為神不知鬼不覺，其實周遍法界。懂得敬畏因果的人，才會謹言慎行，才會在開口之前多想一想這句話，此時此刻對這個人到底是良藥還是毒藥。同樣一句佛法，遞給準備好的人是甘露，塞給抗拒的人可能就是催他造業的毒。分別就在這一念的智慧。第三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關於我們自己。所有向外看的道理，最終都要收回到自己身上。佛教我們別急着去度那些傲慢和惡意的人，最深的用意是提醒我們先看好自己的心，別讓自己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那個傲慢的人，那個好為人師，見人就想評判，就想糾正的人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。修行從來不是一場改造別人的運動，而是一場反照自心的功課。度眾生的前提是先度自己的那顆心，心不安定，急於向外，往往度不了別人，先把自己給度沒了。那麼落到實實在在的生活裡，當我們真的遇到這兩種人，到底該怎麼做？其實很簡單。當一個人帶着傲慢，帶着抬槓的姿態來跟你論佛法，你不必爭，也不必惱，笑一笑，把話題岔開就好。你心裡清楚，此時多說無益，這就夠了。當一個人心懷惡意，存心來挑釁，來羞辱，你就學佛的樣子，默然不對，守住自己的心，不被他牽着鼻子走，這不是懦弱，這是定力。而對於那些真正有誠意的人，眼神裡有渴望，肯放下身段來請教的人，你就傾囊相授，知無不言。因為這才是那片能長出莊稼的良田。分辨的標準其實就在一個地方，看他是來求法的還是來較勁的，是來解決自己的困惑還是來證明你的無知。心是熱的，眼是橙的，那就是機緣。你儘管開口，心是硬的，
話是刺的，那就先沉默，先等待。學會了這一點，你就既不會錯過那個該渡的人，也不會害了那個不該渡的人，更不會傷了自己。這才是真正的善巧方便。我們每個人的手裡其實都握着佛法這顆珍貴的種子。這期內容想跟你分享的，不是讓你把種子藏起來，捨不得給人，而是希望你成為一個有智慧的農夫。你要學會看天、看地、看人，遇到那片肥沃的、渴望的、準備好了的土壤，你就慷慨的、歡喜的把種子種下去，靜待它開花結果。而遇到那片還沒有準備好的土地，你不必焦急，不必強求，更不必去踐踏它、嫌棄它。你只需要守護好你手裡的種子，同時用你自己的生命活成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无聲的說法。真正的慈悲不是把我認為好的東西硬塞進你的手裡，真正的慈悲是我懂得在什麼時候把它遞給準備好的，你也懂得在什麼時候安靜的、微笑的等待那個因緣的到來。沉默有時候是最深的慈悲，而懂得沉默的人才真正懂得了說法。我們常常以為度众生就是要多說，要說得对，說得好，說得讓人啞口無言。可佛用他的一生告訴我們，度众生更多的时候是少說，是会说，是知道什麼時候不說。一個能管住自己嘴巴，先管好自己心念的人，才是真正走在這條路上的人。守口如瓶，防疫如城，這8個字說的不只是不去害人，更是在守護我們自己那份珍貴的清淨。願我們都能成為一個有智慧的持燈者，照亮該照亮的路，也守護好自己心中那一份不生傲慢、不起惡念的清淨與慈悲。不必去羨慕誰能言善辯，也不必去焦慮誰還沒有信佛。守好當下這一念，把自己的這盞燈先點亮，先擦亮。燈亮了，自然會有人循着光走來。這條修行的路，我們一起慢慢地走。